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想过的问题：为了身体健康，咱们到底是该吃素呢，还是应该荤素搭配才好？这确实是个让人挺纠结的问题。别急，今天咱们就一起回到古老的智慧里去寻找答案，说不定会让你大吃一惊。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先来看一个记载在圣经里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里两种不同的饮食习惯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两位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人物，他们的饮食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而这也直接决定了他们晚年的健康状况。你看这个对比可以说是非常惊人了。左边是以撒，圣经里说他年纪老迈的时候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基本上就是失明了。而右边是摩西，他活到了120岁，去世的时候圣经的描述是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一个失明，一个到老都目光敏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关键的线索就藏在他们的饭碗里。以撒这一生都特别喜欢吃肉，尤其是野味，而摩西呢，他在旷野漂泊的40年里，吃的主要是一种从天而降的食物，叫做玛纳。以撒对肉食的喜爱那可是相当执着的。你听听他自己怎么说，在创世纪27章第4节，他对儿子说：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他心心念念的这个美味就是用肉做的，这可不只是一顿饭的事儿，这反映了他一辈子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我们再来看摩西，申命记34章第7节的描述，哇，那简直是天壤之别。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你可以想象一下吗？120岁的高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精神头还特别足。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么大的差别呢？其实原因就指向了他们的饮食。以撒长期大量的吃肉，肉里面的胆固醇就像水管里的水垢一样，一点一点的让你眼睛里的那些细小血管变硬堵塞，最终导致他看不见了。反观摩西，他在旷野40年吃的都是简单的玛纳，饮食非常清淡，所以他的血管能一直保持通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视力都完好无损。如果说以撒和摩西的例子是时间跨度几十年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更像一个精心设计的短期实验了。让我们来看看先知但以理的故事。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书第1章第8节。当时但以理还是个年轻人，被掳到了巴比伦王宫。按理说他有机会享用国王赏赐的最好的食物和美酒，那在当时肯定是以各种肉食为主的。但是呢，但以理却下定决心不吃这些东西。他说他不想用这些王的膳食玷污自己。负责管他们的太监长一听可吓坏了，他的担心特别现实。他对但以理说：我怕我的主王要是他看见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比其他年轻人差远了，那我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你看，这句话就反映了当时普遍想法，不吃肉哪来的营养，肯定会越来越瘦弱。但是但以理呢，他心里有底，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冒险的建议。他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些少年人的面貌。这简直就是一个公开的挑战，一个用事实说话的对比实验。那结果怎么样呢？10天，就短短10天。结果出来以后，所有人都惊呆了。圣经里说，过了10天，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你听听，俊美肥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气色红润，容光焕发，身体比那些天天大鱼大肉的年轻人还要健康强壮。看到这里，我们可能就会想，难道说素食才是最开始为我们身体设计的饮食方案吗？想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咱们就得回到最开始最源头的地方去看看最初的饮食蓝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答案其实就清清楚楚地写在创世纪第1章29节。在最起初，天父赐给人的食物非常明确，他说：看哪，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你看，在这份最初的最完美的食谱里面，压根儿就没有肉。所以你看，这里的逻辑非常清楚，在一开始，天父就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套完美的纯植物的饮食方案，这套方案完全能够满足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需求。所以说，选择素食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健康，更是在回归一种最本源、最纯粹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节制的体现。好，那反过来看，为什么说肉食有风险呢？有句话说啊，是药3分毒。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得说是肉7分毒了。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们来一个一个看，肉食里到底藏着哪7个危险。我们先来看头2个。第一个，脂油，这个很好理解吧，就是我们常说的动物脂肪。这东西吃多了，血脂蹭蹭往上涨，血液变得又稠就黏，血管堵塞的风险就大了，跟糖尿病这些病啊关系也特别大。第二个是血。对于吃血，圣经里有非常明确的禁令，因为所有活物的生命都是在血中。这个禁令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在利未记第3章第17节，把它定为了一条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治。你看这个规定有多么重要。我们再看第3和第4个危险。第3，高蛋白的副作用。过量的动物蛋白在咱们肠道里会变成有害细菌的美食，产生很多毒素。身体为了中和这些毒素，甚至要从骨头里调出钙来用，时间一长，骨头就变脆了。第4个危险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胆固醇，它跟植物里有益的固醇完全是两码事，它就是那个能让你的血管变硬变脆的元凶。接下来的这2个危险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了。第5个，激素。现在的养殖业为了让动物长得快，会用很多生长激素，这些东西最后都跑到哪儿去了？都跑到肉里，然后被我们吃进肚子里了。第6个叫恐惧毒素。动物在被宰杀的时候会经历极度的恐惧和痛苦，身体里会分泌大量的应激激素，这些有毒的物质就会瞬间充满它全身的肌肉。最后一个也是最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的，微生物和寄生虫。很多动物，尤其是圣经里定义为不洁净的，比如猪，它们身上就是各种细菌和寄生虫的安乐窝。这可不是吓唬你啊！之前就有过真实的报道，一个特别爱吃猪肉的人，医生从他肠道里取出了一条长达1.5米的绦虫。最可怕的是，绦虫的虫卵能顺着血液跑到身体的任何地方，甚至跑到大脑里去。说了这么多肉食的风险，那到底该吃什么才安全才健康呢？其实答案特别简单，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里。各种豆类、谷物、坚果，这些从地里长出来的食物，它们能提供的营养其实比肉类更全面、更均衡，也更干净，完全足够我们用了。最后，我们来看箴言15章第17节的这句话，他把饮食这个事儿从身体健康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吃什么不仅仅关乎身体，更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通过这些来自古老智慧的例子和提醒，我们看到了一条非常清晰的路。选择素食，可能不仅是一个健康的选择，更是一个智慧的选择。那么，听完今天的内容，对于你的下一餐，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新的答案呢？